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订阅我的频道，读懂 K 线背后的秘密。今天是北京时间2022年9月24日晚间19点09分，在这里呢为大家解读比特币的行情。首先呢，我们还是看一下外围市场表现啊。道琼斯工业指数啊，昨天出现了继续的下跌。我们昨天提到了一个观点啊，就是道指在这里周线级别上3万点和169日啊，这里面存在的一个支撑，最终跌破之后呢，意味着道指的下行空间将要打开。那么现在这个位置呢，我们看到了周线级别道琼斯工业指数出现了一组周线级别的下跌细由分别是悟空阴线、八戒阴线组和沙僧阴线。那么在接下来的走势当中呢，也就是下周很容易出现周线级别的唐僧阴线，最终呢构成一组完整的周线级别的下跌细由。那么在日线出现新低的这个时间点意味着整个金融市场都要出现一个继续的下跌。那么比特币在这里面还苦苦支撑，但是呢它的弱势走势已经非常明显的体现在盘面上了。我们回到比特币上来我们观察到了比特币在这个位置上是存在支撑的支撑位呢是在18500美金附近。这个位置呢是从5月到6月这个下跌过程当中下跌到低点17605之后它的震荡和回补过程当中形成的这个支撑。但是这个支撑呢，我认为在美股不断下行的影响下一定会跌破了那这周呢是现在呢是周六周六周日2个交易日美股不开盘，但是呢美股对比特币的影响依然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了本轮行情它反复做了什么呢？做了小时线的反弹。小时线的反弹呢，我们看到仅仅是回补了9月22日这个快速的下跌。我们知道9月22日这一天呢，它是有一个加息的一个利空出现加息利空出现之后呢，它在小时线出现了一个急跌到18210之后，反复对这个下行的缺口进行了回补动作。那么我们看到上方169日均线和144日均线这个位置呢，它这个位置每次打到这个位置上随即快速下跌上来，那么意味着144日均线和169日均线呢，它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压力。所以呢，在这种压力状态下呢，行情很容易出现一个急转直下。那么现在我们看到了日线级别从9月13日它出现了一波日线级别的下跌细由。那如果新低出现之后呢，它很容易在这个位置上走一波周线级别的下跌，并且呢8月15日这周呢出现了一个悟空阴线。那么现在这个位置上围绕着区间性的震荡呢，它是一个八戒的阴线组。那下方如果出现新低之后，它会走出一个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如果周线级别下跌细由走出来之后如果跌破了18500，并且回不来的话站不上来的话，周线级别下跌细由就将打开一个下跌的空间。同美股类似的是美股现在走的就是周线级别的沙僧阴线这个位置。美股正在走这个下跌细由的话，周线级别下跌细由的话，那比特币这个位置上也很容易跌破之后走一个下跌细由。所以呢，当前时间点是一个做空的时间点无论它怎样的反弹呢，它的大的方向依然处在下跌方向，并且呢，我们要注意这样的一个点位首先是144日均线这个均线呢不断下移之后，在21000美金到22000美金附近构成了一个压力。同时呢，5到6月份这个波峰形成的一个压力位正不断下跌过来。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周线上看到了它有个下跌细由已经酝酿出来了，日线的压力也不断的逼近。所以呢，尽管行情目前没有跌破18500，但是趋势下行的条件下，无论怎样反弹都是一个做空的一个好的位置。在行情当中，我们要一定记住这一点就是趋势目前是下行趋势，位置呢我们不断补充这个空仓补充这个空单，找到合理的把我们这个空单的这个价格
提的高一点啊，提的高一点就相当于多单抄底一样啊，把这个位置把握好。那么第3点呢，就一定要控制自己的仓位啊，因为行情是不断变化的。如果美股一旦出现大幅度的反弹，那不要把你的这个仓位爆掉，一定要设置止损啊。在行情当中，只有这3点：趋势、位置和控制好你的仓位，这样呢，能够在接下来的下跌行情当中啊，更多的能够获利，获得趋势上的利润。我们主要是要获得趋势上的利润，趋势上的利润呢是无比大的啊，无比强大的。在这轮行情当中呢，我们认为比特币$69,000高点出现之后，如果能够这轮行情走完的话，我们认为比特币的最低点呢会到达$10,500附近啊，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利润。我从去年的12月份就开始预测这个低点的位置啊，那目前已经到达$19,000了。接下来呢还有1倍的下跌空间等待我们空头来获取，所以呢把握住机会，不断的补充你的空单，也就相当于不断的补充你的子弹，在后面的行情当中会获得更多的利润。那么我们在以太坊和比特币的这个交易对上来看啊，它已经走出了一个日线级别的下跌细由，目前所有的震荡呢都是围绕这个下跌细由之后的反弹来做的。那么在反弹之后呢，我们认为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啊将要有新的一轮周线级别的下跌，最终呢同前面的行情发生一个对称性的下跌。对称性下跌之后呢，意味着以太坊将要走出一个领跌的画面，并且在以太坊对 USDT 的这个交易对上，我们看到了它已经走出了周线级别悟空阴线、八戒阴线，那么下面行情当中会走一个沙层阴线和唐僧阴线，最终呢走出一个周线级别的下跌细由。所以呢，在当前行情周线级别下跌的前提下，日线级别上我们看到了它的上方反弹的压力是压力重重的。首先我们看到了这一条呢是10日均线啊，紫色的这是10日均线，上方呢这个绿色线呢是前面行情当中波峰连线连接过来了，这可以追溯到5月份的行情，波峰连线连接过来的一个压力啊，目前在1450，那上方呢是144日均线，这个位置是在$1,600附近，所以呢整体行情呢是偏于空头方向的。那日线下跌细由走完之后，它非常有可能有概率在上方压力重重的这种机会下呢走出一轮周线级别的下跌细由。所以呢对于以太坊目前是领跌状态的，我们对它的一个目标点位呢是在$1,100附近。那么对于现在市场上唯一的多头啊，主流币上的多头 XRP 也就是瑞波来看呢，我们看到了它周线级别已经走出了一个悟空阳线啊。那在日线级别上呢，我们看到了日线级别上它走出了悟空阳线、八戒阳线、沙僧阳线和最终的唐僧阳线。打到这里之后，日线级别上涨细由完成，我们可以看到啊，它要做一个小日线的回调动作。小日线回调动作呢，目前已经走完了，它要做一个什么呢？要对这个上涨之后的回调做一个收敛动作。收敛动作完成之后，它有可能下杀过来之后再反弹。所以呢，我们对于XRP 目前是领涨的行情，我们在这里呢要对它有一个多单或者是一个现货的储备，这个储备呢是谨防它在这个位置上发生上涨啊，发生上涨。那么我们这里建一个第一个仓位的话，如果跌下来之后在$0.44附近呢建第二个仓位啊，最终呢它的上涨结构有可能会出现一个震荡之后的上涨，也有可能在回调之后啊，在这个区间上我们第二个仓位的进场的这个位置上发生上涨。总之呢，目前它处在一个日线级别上涨细由完成之后的一个调整阶段，所以呢在调整阶段慢慢的布局它的多单啊是非常好的一个位置。那现在呢 XRP 是市场上唯一的多头啊，对于主流币来说是唯一的多头，所以呢我们在行情当中一定要时刻关注它的一个多头趋势，特别是在熊市行情当中，很多人喜欢抄底，但我认为抄底是不对的，应该顺应行情去做。那 XRP 呢，现在多头行情在日线级别上它已经走出来了，所以呢我们要多多关注啊突破169日均线之后的瑞波币。
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对我 K 线西游战法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在淘宝、拼多多、抖音上购买我的这本 K 线西游战法一书。同时，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关注，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加入我的 Telegram 群或者 VIP 群。感谢大家，再见。